那么为了进一步讨论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观点，现在以这个电路为例，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求解。在上一周的课程里，我们介绍了电路求解的两种规范性的方法，也就是节点电压法和回路电流法。我们现在以节点法为例来求解它。假设这是参考节点，那么于是这个电路就有唯一的一个未知的节点电压，也就是说，只要知道了这个节点电压，我们这个电路的任意支路量就可以由 U 求出来了。那么我们现在一块来共同写这个节点电压的方程。自电导是 R1 分之一加上 R2 分之一加上 R3 分之一乘以 U， 右侧是什么呢？是 US1 比上 R1 加上 US2 比上 R2。我们把它这个流控电压源先当成一个电源来看，加上 R 乘以 I1 比上 R3。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用节点电压来表示这个 I1。那这个 I1 就在这儿，那是什么呢？是 US1 减 U 比上 R1。US1 减 U 比上 R1， 把它带到这里面来。于是我们再整理一下，就可以发现 R1 分之一加上 R2 分之一加上 R3 分之一，再加上 R 比上 R1 R3 乘以 U， 就等于 R1 分之一加上 R 比上 R1 R3 乘以 US1 加上 US2 比上 R2。那么我们求解这样一个关于 U 的线性代数方程，就可以知道原来这个电路所有的支路量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方程就是我们前一页讨论的 y 等于 ax1 加上 bx2。这里的 y 是这个， x1 是这个， x2 是这个， a 的系数 b 的系数由这些来确定。好吧，沿着我们上一讲的思想，那么应该有 y 一撇等于 ax1， y 两撇等于 bx2， 从而使得 y 等于 y 一撇加上 y 两撇。那把这些数学上的陈述用电路来怎样表示呢？好，我们现在来看这样一个电路，这个电路是使得 x1 等于0， x2 保持原来的值。我们同样的设它是参考点，设这儿叫 U 一撇。我们还用节点法来求 R1 分之一加上 R2 分之一加上 R3 分之一乘以 U 一撇是等于 US2 比上 R2 加上 RI1 比上 R3 的。那么在这里 I1 是等于什么呢？是等于负 U 一撇比上 R1 的。于是呢，我们就可以整理一下，知道 R1 分之一加上 R2 分之一加上 R3 分之一，再加上 R 比上 R1 R3乘以 U 一撇是等于 US2 比上 R2 的。你看，这很好，这个方程就意味着 bx2。我们接下来来看另一件事儿，这里 US1 单独作用 ，US2 至0，同样的把它设为参考点，这个叫 U 两撇。还写节点方程 ，R1 分之一加上 R2 分之一加上 R3 分之一乘以 U 两撇等于 US1 比上 R1 再加上 RI1 比上 R3。这里的 I1 是什么呢？是 US1 减去 U 两撇比上 R1。那么再整理一下，得到 R1 分之一加上 R2 分之一加上 R3 分之一，再加上 R 比上 R1 R3乘以 U 两撇
是等于 R1/1加上 R 比 R1加上 R3乘以 US1 的，看到了吗？这个方程就相当于前面的 y1 撇等于 ax1。于是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刚才这个电路，初始电路所得到的解 U， 它自然的可以写成这个电路所得到的解 U1 和这个电路所得到的解 U2 之和，也就是 U 是等于 U1 撇加上 U2 撇的。当然了，这个电路很简单，我们没有必要杀鸡用牛刀。但是随着以后的学习，大家就可以发现，把一个电源单独作用，其他电源至零，这样可能会带来电路分析的便捷。好，我们现在来正式的介绍一下叠加定理。叠加定理是指的，在线性电路里面，任何一个支路量都是其他那些每一个独立源单独作用时效果叠加的子支路量的代数和。那么这一点虽然用文字描述比较费劲，但是通过此前那个例子，大家已经知道该怎么用了。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叠加效果，或者说单独作用的效果，是指的一个独立源起作用，其他的不起作用。那么具体来说，什么叫独立源不起作用呢？对于电压源来讲，不起作用就是使其值至零。我们在此前讲过，零值电压源等效为零值电阻，等效为短路。不起作用的独立电流源就是零值电流源，等效为无穷值电阻，等效为开路。